嗨，大家好，我是红，欢迎来到史上最伟大的失败发明系列。今天给大家讲的是飞行坦克。说到飞行，大家都知道这是飞机；坦克的话，都知道这是一个在地上跑的大铁盒子。那飞行坦克听起来就像是这两个二战大杀器在蜜月时间产的私生子一样。但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给他们撮合在一起的一个不懂工程的苏联著名工程师奥列格·安东诺夫。时间往回拨动100多年，奥列格·安东诺夫于1900年2月7日出生于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基区的一个俄罗斯族家庭。小奥列格呢，从小就对飞机特别感兴趣，完全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折纸。当时的乌克兰小镇还有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余波，导致的战后的物资十分的紧缺。彼时的奥列格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孩子，家里并不富裕，玩具这种东西想都别想。于是小奥列格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折纸，尤其是折面包，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就谁用这个手把那个面包拍翻过来，谁就可以全部拿走。最后和小朋友比，看谁的面包比较多。他特别喜欢折纸，但他折的可不是什么面包，而是纸飞机。他不像别的小朋友都在研究这个纸飞机能飞多远，他不是，他要让它飞得又快又稳，还要在天上转圈，就是追求高阶玩法了。这孩子一边折一边琢磨，还跑去问村里的铁匠：“叔叔，这个东西要是装螺旋桨会怎么样呢？”铁匠叔叔一脸懵：“你说啥？”小奥列格这股认真劲儿把家里人都看傻了。他爸甚至试探性地问：“你是不是应该去念点正经书，别一天盯着纸片玩？”但小奥列格坚持地说：“不，这是我的梦想，它能飞起来，等着看吧。”后来有一天，村子上空突然飞过了一架真正的飞机，那低空轰鸣的马达声让所有村民都抬头看傻了眼。而小奥列格呢，直接跳起来激动地喊：“这就是我的梦想，我要造这个！”从那天起，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了。但是造飞机可没说的那么简单，不然红也去造飞机了。小的时候他就分析结构，研究各种飞行原理，每次看到飞机飞上天，他那颗心就跟着一起飞了起来。小奥列格从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别人嘲笑他年轻，嘲笑他没背景，他也根本不在意。他的眼里只有天空，只有一股超越一切的气势。17岁时，小奥列格创办了业余航空俱乐部，后来加入了空军之友组织，并在一次机缘巧合下，小奥列格参加了莫斯科举办的一次飞行竞赛。但是当时的苏联经济困难，科技也不算先进，航空资源几乎为零，连最基本的工具和资金都缺乏，也不要去谈买什么先进设备了，更没办法去实验室里做什么大规模的实验。家里没钱，背景普通，再加上他提出的方案总是被一些老设计师批评，说：“你这小子是不是太狂了？飞机能这么造吗？”有的直接讽刺道：“年轻人，别以为你是来搞艺术的，飞机要的是实用。”他知道，如果他想要突破，光有梦想是不够的，他得有坚韧的意志。但能怎么办？他只能自己动手，亲自操刀，自己来。在一遍又一遍的失败后来他设计的 OKA-1鸽子滑翔机参加了俄罗斯举行的一次竞赛，在驾驶荣格斯12型飞机的飞行中荣获1等奖。很快时间来到了1930年，此时的小奥列格从靠纸飞机梦想起家的乌克兰小伙，终于从列宁格拉厄加里宁理工学院毕业了。那会儿的他踌躇满志，觉得自己的未来已经锁定了，就是造飞机，让更多的苏联人飞上天。1931年，25岁的奥列格加入了莫斯科滑翔机工厂，没多久就成了首席设计师。你想想，这可是20多岁的小伙子呀，干上了首席的级别，这得是多有才啊！大家可能对首席设计师没什么概念，在航空工业中，飞机的设计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包括空气动力学、材料工程、结构设计、系统整合等等等等。一架飞机从图纸飞上天，可能需要数百人的协作，而首席设计师就是这些团队的核心人物，负责统筹全局、决定方案、拍案决策的人。我的发小就是做工程设计的，我们两个就曾聊过这个专业，当时他就给我讲过这个问题。他说，设计这个行业，如果出了问题，那他就是第一个被问责的人，但如果成功了，那他也是最受赞誉的人。小的时候看泰坦尼克号，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那艘巨轮的设计师会选择放弃求生。也许他知道，就算他回去也会受到万人唾弃。但好在他设计的滑翔机简直一发不可收拾，像标准1、标准2、OKA-6这样的经典型号都是那个时候诞生的。但他最牛的一点还不是这些，
当时苏联政府要求所有飞行员必须从滑翔机训练起步，于是奥列格的设计成了飞行训练的标配。可以说，苏联天空上的每一架滑翔机基本都有他的影子。他每年设计的新机型多达30种，工厂的年产量达到了8000架。虽然说滑翔机比动力飞机简单，但依然需要精密的设计和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而奥列格每年生产8000架滑翔机，就意味着平均每天生产22架。在苏联上世纪30年代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达到这种规模，几乎是国家层面的疯狂加码才能实现的结果，和当时其他国家相比，绝对是遥遥领先。上世纪30年代，同一时期美国的滑翔机产量很低，每年几百架都算是高水平了。像德国滑翔飞行研究所 DFS 这种航空公司，每年生产滑翔机大约2000到3000架，英国滑翔机制造规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奥列格的8000架产量在当时绝对是世界第一，既满足了苏联庞大的飞行员训练需求，也让滑翔机在全球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你就想象一下，苏联飞行员人手一架滑翔机，全靠奥列格一个人在背后撑着。可惜，正当奥列格在滑翔机界风生水起的时候，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1938年，一名飞行教练驾驶着奥列格设计的滑翔机叛逃到了西方国家。这件事在苏联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还记得我说过的，出了问题是要追责的。政府一怒之下，直接撤销了所有关于滑翔机训练的政策，禁止了滑翔运动。最惨的是，他所就职的莫斯科滑翔机工厂被直接关停。你可以想象一下奥列格当时的心情。他刚刚做到了行业巅峰，滑翔机成为了苏联天空的象征，但一夜之间，这些努力全部化为泡影，他最擅长的事业被时代抛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德军在入侵苏联期间，一度推进到了距离莫斯科不足30公里的位置。你要知道，从苏联的最西端到首都莫斯科的距离大约为1000公里，就这样被生生的推进到了不足30公里。这是二战中德军与苏联首都之间的最近距离。当时的希特勒想要把苏联一口吃掉，德军集结了超过300万士兵、3600架坦克、2700架飞机，从北中南3个方向同时对苏联发动突袭，所到之处简直摧枯拉朽。苏联当时的情况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惨烈。边境防线崩溃，士兵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的连补都补不上了。当时的情况连斯大林都被打懵了。苏联的地面部队节节败退，传统的坦克不仅行动慢，地形复杂的地方压根用不上，沼泽、森林、雪地，坦克全变成了拖拉机，想调回去支援，等它到达黄花菜都凉了。怎么办？无数个怎么办出现在整个苏维埃，可以说当时苏维埃的红旗就是用血染出来的。战场的局势像一个溃堤的大坝，所有人都知道需要一场奇迹。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苏联的工程师奥列格有了一个脑洞。他想，既然坦克在地上跑得慢，那我就让它飞起来。飞起来干嘛？直接飞到敌军后方，摧毁他们的防线，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就是传说中的飞行坦克，既要有坦克的装甲和火力，还要像飞机一样跨过各种复杂地形。为了尽快扭转战局，奥列格就赶紧动手做了起来。很快到了试飞那天，母鸡缓缓地拖着飞行坦克从跑道起飞，底下的人被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了。这台飞行坦克它的翼展有15米，全长11.5米，这可不是个小家伙，飞起来样子相当震撼。它的最大速度大概有160公里每小时，理论上来说速度并不算太快，但这可是坦克啊！要知道1941年最快的主战坦克是苏联的 T-34， 大约53公里每小时，这一比较是不是快多了？而且倘若你是德军，在战场上正往前面探路呢，突然就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朝自己飞了过来，要是红的话，可能就直接吓得尿裤子了。场地的飞行员和技术人员都很兴奋，终于能见到飞行坦克成功飞上天的那一刻了。但兴奋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飞行中的危险。你要想，这是8吨的重量，这给滑翔机和母机带来了巨大的阻力。即便是3军运载能力最强的母机，在拖曳这样的重物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发动机的载荷过大，出现了过热现象。你知道的，发动机就像是飞机的心脏，一旦它出问题，飞机就可能随时坠毁。飞行员和技术人员都紧张得不得了，飞机离预定的空域还很远，
不得已，飞行员决定提前放飞飞行坦克，以免发生更大的灾难。但幸运的是，坦克一脱离母机，居然能够顺利的飞行。飞行员阿诺金操控着滑翔机逐渐向下飞，并启动了发动机。你可能想象不到，在那个时刻，飞行员不仅需要操作滑翔机，还需要开始操纵坦克的驱动装置，让坦克的履带开始转动。说起来简单，但实际的操作难度我们不能想象。不过，最终飞行坦克还是成功着陆了。最精彩的一幕来了，阿诺金在着陆后居然还拆掉了飞行翼面，因为飞行翼面本身是用来辅助飞行的，但一旦飞行任务结束，翼面就变得不再需要。如果不赶紧拆掉它们，可能会增加额外的重量和阻力，影响坦克着陆后的机动性，甚至会成为一个大目标。阿诺金继续驾驶着这台飞行过的坦克，成功返回到了基地。那一刻，他的心里应该是五味杂陈的，从一开始的惊险到最后的成功，觉得让人热血沸腾。但这件事儿，你得从一个现实的角度来看。飞行坦克虽然来说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但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成为战场的常客。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它实在太不实用了。苏军也一定想把飞行坦克投入实战。当时世界上第一辆坦克英国的马克1首次投入战斗，参入索姆河战役，就直接改变了传统的战斗方式。苏军可从不缺乏雄心壮志，只是没办法，是技术上的问题啊，朋友们。在1941年，苏联的航空技术虽然在一些领域领先，但要造一款能够托运这么重的飞行坦克，又能长时间作战的大型运输机，实在是难以实现。想建新飞机，时间紧，任务重，资源有限。而此时，法西斯正在疯狂侵略，每一秒，苏军都在等待更高效的兵器能够投入战斗，每一秒，德军也在离莫斯科越来越近。想要改变战局，飞行坦克显然不是最佳的选择。苏军也不是没有试过，他们还曾经尝试了一个减肥计划，想着能够削掉坦克的重量，让它变得轻一点，或许母机能够把它拖得更远。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呢？大多数的弹药和燃料都被去掉了。那这就意味着没有足够的弹药，那他还怎么打敌人？没有足够的燃料，这飞行坦克还怎么飞？那还打个什么仗呢？没武器没燃料，这样的坦克不过就是一个空中旅行的大铁块。你说这样的兵器还能投入战斗吗？显然不可能，战斗力几乎为零，就算飞上了天，也有可能瞬间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于是项目悄然取消，所有的梦想就这样消散在了历史的长河里，成为了二战期间兵器史上的一朵浪花。它虽然惊艳，但从来没有在实战中留下过任何痕迹。奥列格·安东诺夫的飞行坦克在二战时没能成为战场上的主力，甚至在试飞之后就被悄然搁置。可你不得不承认，这个疯狂的构思还是点燃了很多人的想象力。毕竟谁又能想到，坦克居然还能飞起来？哪怕飞得很短，哪怕很重，哪怕只能偶尔掠过战场的天空，但它还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科技探索的一部分。飞行坦克没能改变战局，但奥列格·安东诺夫最终改变了整个航空设计的历史。看看奥列格·安东诺夫的后半生，尽管那个时代的技术局限让飞行坦克成为了一个短暂的梦想，但奥列格·安东诺夫却从来没有停下过他的脚步。谁能忘记他后来设计的安225运输机，世界上最大最重的运输机？它不仅能运送大宗物资，还能运送其他飞行器。它的设计成了飞行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1984年4月4日，奥列格·安东诺夫在乌克兰基辅去世，享年77岁。但他即使离开了，这个名字依然活跃在航空界。他不仅塑造了苏联航空工业的面貌，还为整个世界的航空科技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即使飞行坦克只是历史短暂插曲，但它仍然是那个时代对未来科技无限幻想的象征。而奥列格·安东诺夫正是这段传奇背后的不朽人物。飞行坦克没能帮助打赢战争，但奥列格·安东诺夫却用他的飞机帮助了世界上的人，运送了更多的希望，航向更远的未来。